江的南岸这边呢，相对没有留出太多的绿地，这边很多老房子都还没有拆掉。现在这种河边的地方啊都被打开了，铺上了草坪。沙湾街渡头社区在搞什么活动？很多村民坐在这边很热闹。军地理工池，现在还有一个理工池。河里停了不少的龙舟，我刚刚来的时候呢，就从对面望过来的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从新建的四桥大桥上推车而下，马不停蹄的就准备在这一侧的江岸马路上骑车回去了。这条新的桥，你看对面那个临时的便桥还没有完全拆掉。这边还残留了很多建筑的垃圾，但相信呢，要不了多久，环境就会为之变好。好了，那咱们就从这边往回走了。这条路呢是南堤西路，我们沿着南堤西路往回骑行。江的南岸这边呢，相对没有留出太多的绿地。这边很多老房子都还没有拆掉。刚刚从启福新村骑过来呢，大概也就是10来公里吧。中间呢有一段路没有路，所以我在这个码表上看到的只有7点几公里。现在呢我就往回走了。右侧呢就是光明大桥，我就继续向前。南岸的这条路呢就比较平常了，没有江边的堤岸的马路，很窄了，所以我就在马路上骑行了。到了西立桥的跟前，好歹这边也有江边的骑行道了。骑过西立桥下，
现在呢，再次骑过了3条，那我就继续向前骑行了。以前呢，每次开车到4条就会蒙圈，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，走出来能到哪里，完全就是一头雾水。但自从骑行以后，这个4条里面道路基本上都摸得门清，怎么走都能够绕得回来。刚刚来的时候呢，是在右前方啊，沿着沙堤路的北边的堤岸马路上骑过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就从这边往回骑。其实这边呢有很多个村庄啊，我以前都在村庄里面去转悠过。但今天呢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从这边骑回去了。现在这种河边的地方啊都被打开了，铺上了草坪，可以在这边随便休闲，扎帐篷也行啊。更多人呢是钓鱼。这边呢就是一个新的楼盘，这些楼都已经自成一体啊，形成规模了，这样会是一个蛮新的社区。今天本来应该是上班的日子啊，因为明天才是元旦。那我看这些年纪不大的人都已经早在这边守株待鱼了，不知道是没事干呢，还是当老板的呢。搞了一个什么河域篮球公园。这边呢有一个村庄，我在里面也去过的。门口呢有一个码头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江边的村民公园了。这里叫渡头社区，其实就叫渡头村。那这边的那个码头呢，就是渡头码头了。那现在这码头已经不用了，因为这个河道上面建了好多桥，就开车几步路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大桥，可以过桥。哟，这些村民在那边干什么？搞什么活动呢？沙湾街渡头社区在搞什么活动？很多村民坐在这边看热闹。
应该是一个宣传活动啊，加上公益的活动。1号服务日活动。这边呢有几个宗祠，你看有李氏宗祠，我们到这边来看看这几个宗祠。君地李公祠，现在还有一个李公祠。慈溪李公祠。挺有意思的。今天到了渡头村跟前，看到村民们在搞活动啊，应该就那种所谓的服务日。好，再回到马路上来骑行。这段路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维修啊，还跟以前一样，马路有些破损的。左侧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村里的工厂还在运营之中。河里停了不少的龙舟，我刚刚来的时候呢，就从对面望过来的。这边还真的有不少的龙舟了。就以前那些龙舟呢，每年塞完以后啊，都会把它沉到江底，把它藏起来，所以有很多什么沉船处等等的这种名称啊。那现在我看这些龙舟直接就放在水里了，可能平时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啊，让大家来体验吧。最终呢，到了新的一年赛龙舟的季节，就立马可以使用了。我看这几个龙舟看上去都比较新，不像是以前很久以前保存下来的那种。这个就是番禺老百姓，他们还是非常信守着以前的传统，那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。好，在岸边站了一会儿，顺便也换了一块电池。最近呢，经常出毛病啊，就是回到家才发现，这个摄影之中的某一些片段啊，就
脱离了这个蓝牙麦克风的连接，然后声音就会变得非常的轻和不清晰。我已经连续碰到过2次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也可能是这个小麦克风它出了一些什么状况，还是说就离得稍微有点远了，它就会断掉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就是给这个视频的品质带来很大的影响，搞得我只能是做一些旁白，用话外音的方式补上一段，但是呢就显得有点奇怪。但愿今天录的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。你第一次放獎板嗰度啊，放獎板嗰度，你第一次放獎板嗰度啊。今天虽然是一个阴天啊，但是还是比较暖和的。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，气温是22度。这样的天气22度啊，这个风吹在身上也不觉得冷，所以穿个短袖我觉得是刚刚好的。因为毕竟人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。这边也有一些企业啊，但是我看到从这边望过去，这种层层叠叠的矮山，然后天上呢虽然是多云啊，但是也有一缕太阳光。这种是不是感觉像世外桃源一样？对面有一个人划着一个小龙舟，应该是单人的那种小艇吧，一个人从前面划过来。这是一个单人的项目吗？哇，就一个人在那里练呢。
这条河岸的步道啊，这些砖都已经翘了起来了。前方呢就已经是景观大桥了，那我也打算就直接上桥去，然后顺桥一下，再通过景观大道回家去吧。这个桥底下有人在唱歌，嗓子还挺嘹亮的。现在我推车上桥，好，我们在景观大桥这边再来看看江，这个江还挺美的吧？前面已经有一些落羽山了，变得有点金黄的感觉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景观大桥的桥顶骑下去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在景观大道上了。
这回来的这段路好像特别快啊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宜山西路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过宜山西路，向着前面的莲花大道骑行，再去走一段这条绿色大道。爬了差不多2公里的一段长坡，来到了这条山道的山顶啊，刚刚好2公里。现在呢，就准备去下坡去了。就像今天一开始说的，这1年来，最起码骑行给我带来好处，就是跟年初比，体力应该相差不大，照样这种坡可以一口气骑上来，而且也没有觉得那么的累。那我觉得对健康来讲啊，肯定是有益处的。第二的话呢，能骑上这样的坡，就说明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啊，还是有很多的乐趣，因为你不会觉得很累啊，不会觉得很辛苦。反而呢，我觉得就跟长跑一样的，就你骑到一定的公里数以后啊，你也会有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，有那种轻快感，也许是多巴胺分泌开始增多啊。就总之呢，这个人会变得比较的喜悦。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心理层面，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吧。所以骑行呢，肯定还是要坚持下去啊。今天呢是正好2015年的最后一班岗，那我们也希望明年或者说明天啊，但凡有机会的话呢，还得要再小小的骑行一段。有时候并不在于多，也不见得要设定多长距离的目标，也不见得说要去到什么有趣的地方，就总之四周转转，只要不重复每天骑行的路就行。再加上呢，可以说说话啊，因为闲着也是闲着，路上呢也没有人陪伴，也比较寂寞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说说话，让自己
觉得有人可以交流，其实并不无聊。就这种体验吧，我已经持续了2-3年，我都忘了我是从哪一天开始骑行的，但是最起码我的视频的数量已经告诉我，最起码已经做了1000多个视频了，虽然并不是每个都是讲骑行的，那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因为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朋友他愿意看一看啊，也许可能可以促使大家的一些思考，因为肯定有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呢我就在这个莲花山道上骑到此为止了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啊，就不要进到村里了，就在这边收个尾。真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注，特别是花费了不少时间观看我这些做的不太像样的视频。新的一年呢，于我而言肯定还会坚持做下去，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方法，或者学到一些技巧，能够把这视频做得更流畅更好看啊。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不要期待太多了啊，因为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天赋，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做这方面的改进啊。但是唯有呢会坚持下去。那谢谢大家1年来的陪伴，谢谢大家的跟随观赏，也欢迎大家多留言多提意见啊。我们明年再见了，拜拜 ，Happy New Year。